洗车机外壳带电，插上电一开就跳漏电保护器，然后他们掰掉了 D 插，结果一插，这个洗车机外壳就带电，点燃，打开它的开关，直接来测量插头，零插与 D 插显示漏电，火插与 D 插也是漏电的，换个插座也跳漏保。之前就是因为一插电就跳漏保，然后返回厂家说修好了，这刚拉回来一插电又跳，厂家说在他们那里插电没问题，说客户的电路有问题，客户感觉厂家没修好，所以我来测一下。单向电机2个电容，一个启动一个运行，接入的220伏的电接的没问题，电线没有破皮的地方，也没有搭铁的地方，螺丝都压得很好。那我就拆一下进线的螺丝，为啥要拆掉进线呢？我想单独量这个线圈，我要确定是不是线圈在漏电。单向电机双电容电路看起来比3向电机复杂。来测一下，线圈与外壳显示是漏电的。我这次过来也就是给它测量一下，确定一下是什么原因，测的确实是漏电。修没修过，从这里可以看出来，螺丝没动，电机没有开盖的痕迹。再看这儿，上面的灰尘蜘蛛网还在，也就是说这个电机没修，这样我的检测也就完成了。这钱挣的轻松加愉快。下面就聊一下这个电机。这个单向电机它是2个电容，一个启动电容，一个运行电容。这是进来220伏的电源线。这边这个电容它是运行电容。这个运行电容和启动电容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在启动的时候它是怎么转换的？在这个电机端盖里边还有个离心开关，单看这个接线看不懂，找一个电机的原理图来看一下。你手里有这本书可以打开看一下，在66页。这个就是220伏的双电容电机，运行电容、启动电容，一般功率超过1000瓦会用2个电容，一个电容启动不起来。这个电机都有什么呀？启动扰阻、运行扰阻、离心开关，2个电容，就这些东西。离心开关在电机内部，它这是个触点，启动的时候它是接通的状态，送上电以后，电机运行，慢慢的转起来，到一定的速度就把它甩开了，触点就断开了，电机停下来，它就闭合了。这上面这3个端子乍一看就像3向电机的3向端子，这不是接3向电的，这接了电机的2个线圈，启动扰阻叫启动线圈啊，怎么理解都行。还有个运行扰阻，它是接着 Z1、Z2， 再就是2个电容，启动电容和运行电容，这2个容量不一样，启动电容大300微法，运行电容小50微法，你看差几倍？它是通过离心开关怎么转换的呢？你再来看这个图，看得比较清楚，启动电容、运行电容，然后这边是火线，220的电，那这边就是零线，通上电，启动扰阻开始通过电容充放电，这个时候这个离心开关是导通的。另外你看运行电容也在通电，所以说启动的时候，启动电容和运行电容一块工作，都起作用，也不是说启动的时候启动电容就起作用，而运行电容没通电不起作用，它2个一块充放电，属于电容并联，容量变大，转起来以后达到一定的速度，离心开关它有铁块，一下就甩开了，触点断开，就断开了启动电容，那这个时候运行电容就单独接在电路中，所以说在启动的时候运行电容是起作用的。这种电机的正反转，你看这个图，启动扰阻这一套不变，接法不变，正转跟反转这一套扰阻电路都是一样的。简单的说，只需要把这个运行扰阻的 U1 和 U2 对调一下。你看这一个 U2 在前， U1 在后，就实现了它的正反转。在端子这一块它有连接片，这个是可以拆卸的，这个连接片竖着连接上灵活线，与横着连接上灵活线，这样就改变了 U1、U2 的通电方向，来实现这个正反转。原理图看着简单，如果要用到这种倒顺开关来控制正反转，那它的线怎么接？这个倒顺开关它两边各有3个接线端子，在不左右奔动的时候，这3个端子是不通的。你比如我要往左奔，接通电路，左右2个端子就是接通的，就连通了后边的负载，设备开始运行。
那我往右打，就是往右打档，它连通的方式就变了。它里面是这么连通的，交叉连通。这个样你能看懂了吗？它要控制三相电机的正反转，也是这么实现的。这边接入三相电，这边输出三相电给电机，正转是直通，打到反转直通不通，里边触点就是这种通。这个也是一样，往左奔开关它是直通的，对应的触点接通。下面这个图看得明白一点，左右打档接通方式不一样，它这个就等于说倒顺开关里面的触点接通和断开，代替了这个电机接线端子连接片，这俩端子接通就相当于这两个端子接通。反转的时候，这两个触点接通，你看这个接线接到了 V1， 也就相当于你看这个线 U2 和 V1 在倒顺开关通过触点是接通的，你看是不是？它下边这个也是，你看它是连通的，相当于 Z2 和 U1 通过倒顺开关的触点它是连通的，相当于加个竖着的连接片，两个竖着连接，这一根通上零线，这一路通上火线，这就实现了这个电机的反转。简单来说，实现电机正反转，这4个接线端子横着连，接出零火线，它就是正转。把这2个端子竖着连接片连接，然后接出零火线，通电它就是反转。原理很简单，不过没接过的肯定迷糊，特别是接倒顺开关，在现场接线的时候就更迷糊了。因为我接过一次，接了半个小时才接起来。希望这个视频对您有帮助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指点。这种电路是真修不了，这路线接到这个漏电保护器下边它不跳，把这路线接到这个时空开关上，它就跳的合不上闸。时空开关就是个触点接通和断开，起一个开关的作用，跳的是这个漏保，都是漏电保护器。然后拆下来接这个电闸它就不跳。你看现在通着电，开始我以为是线接错了，零线接电闸，火线接开关，没毛病，它就是下午跳的合不上，看我能不能给找出原因。我现在把这一路线拆下来了，一火一零，这也是一个漏电保护器，它为啥就不跳呢？他们说接在这个开关上运行了好几天都很正常。其实我是怀疑线路漏电，在接之前我测一下线路漏不漏电，测这2个线与地线，看看这路很明显是漏电的，它跳闸的原因是因为漏电。可以看一下另一个线，很明显这路漏电更严重。漏电这么严重，为啥它就不跳呢？这个漏电保护器漏电电流和这些漏电电流都是30毫安，不应该呀。接上看一下啊，合闸没跳，这个电路做了好几天了，一直没跳，今天下午突然跳的合不上闸。他们说这路线要经过下面的时空开关才跳，那我就试试把它接到时空开关。我不相信还有这么神奇的电路，中间加个开关它就跳。接好了，可以合一下看看。现在没设置通电，那就给它通电。好了，线路通上电了，它没跳。现场的人都觉得很奇怪，我一来它就不跳。说了半天这是个什么电路呢？为什么说这种电路我是最不愿修的？因为故障不好找。先拉掉电闸，把线拆下来，去看看什么电路。这路线带了很多草坪灯，而它的线的接头都是埋在了地下，正好今天下午浇水，然后漏电保护器就合不上了。每一个灯都有这么一个接头，一共20多个灯。我这就像工兵排地雷一样去找这个接头。这个接头多，好几路。这是一个总接头，然后又往别的地方分了好几路，每一路都带很多灯。我得打开这个接头，干活的师傅也找不到了，就是他们谁也不知道这个线路的走向，就在哪个地方走的，哪个地方有接头，不知道。所以说拆开这个接头再看一下，这好几路线接在了一起。把这个线头拆开以后，还得去拆另一根线，
零火线都得拆开。都拆开了，那就测漏电，看看哪路线在漏电。这里没有地线，直接把表笔插到大地，另一只表笔直接测量这线头，看看哪一路在漏电。这一路漏，这一路也漏，测的零线漏，火线也漏，这就是一路。最严重的一路，这一路漏电厉害。看它的另一路也漏，那这两个是一路线。现在配电箱这里在测这一路主线，也漏，比刚才轻多了。那这一头怎么办？就是找到那个漏电严重的那一路线，不接了。每一路线后边都有很多接头，所以往下更难排查了。漏电严重的那一路没接，把其他的线先接上，扭在一起，接上主线，通上电。灯亮了一部分，还有很多没亮的。这路线剩下的接头，谁也不知道在哪里。下的线是好线，就是接头做的不好。这样一浇水，或者是下一场雨，然后线头就进水了。像这种草坪灯电路，修10次有8次修不了，很多接头都走在地下。像这种还行，这些线头得重新做。反正能不能找到就看我的运气了，希望能找到漏电的地方。还好运气不错，这个灯的接头胶带没包好，这样处理接头他们白天在做，我就完成了检修。感谢您的观看，多多指点。